如果你把2024年底到2025年初的世界交通史放在同一张时间轴上，会看到一幅极其讽刺，甚至有点黑色幽默的画面。一边是越南南北高铁拒绝中国亚万模式，拒绝一条龙方案，拒绝技术加融资加施工的成熟路径，转而选择去中国化的高铁方案。结果呢，8天从全国欢呼到首富撤资，从德国西门子接盘到项目暂停键被摁死。而就在越南为了一个高铁项目闹得鸡飞狗跳的时候，咱们中国高铁已经悄悄突破了10万里运营里程，相当于绕地球2圈还多。更牛的是，国防科技大学的磁悬浮试验车直接飙到700公里每小时，打破全球纪录。同样是搞高铁，一边是8天就崩的国际笑柄，而另一边是中国高铁，运营里程正式突破5万公里，相当于10万里长度。磁悬浮实验车2秒加速到700公里每小时，刷新全球纪录。同样是铁路，一个在梦里修，一个在现实里跑。这就像《孙子兵法》里那句话：善战者求之于事，不责于人。有的人顺势而为，有的人偏要逆天改命。今天这条视频，我就带大家把这事儿扒透。看到最后你觉得会感慨，格局决定结局，这句话真不是白说的。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友记，我是大钊。首先咱们先把越南高铁这出闹剧的来龙去脉简单说一下。可能有些朋友还不知道，越南的高铁梦做了整整15年，从2006年找中国帮忙做可行性研究，结果呢贪心是越来越大。今年5月，他们主动找中国企业谈合作，说要推进中越铁路互联，听起来诚意满满，对吧？结果一开口全是霸王条款，把合作当成了抢劫。第一条，把中越铁路互联跟高铁建设绑死，意思就是你们想搞互联，就得先帮我们建高铁，典型的强买强卖。第二条，所有的竞标外企必须提前签核心技术转让协议，而且是100%无偿转让，把别人的核心技术当免费的午餐。第三条更离谱，越南政府自己没钱，要中企全额垫资670亿美元。中国有句老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做生意讲究的是互利共赢，哪有这样空手套白狼的？这越南倒好，把中国的善意当成可期，把别人的钱当成自己的提款机。2023年，他们第一次开出这种无理条件，所有中企二话不说直接退出。这波操作换谁都不会伺候。中企退出以后越南还嘴硬得很，说离了中国照样行，转头就找德国西门子，还让自己民企 Ving Group 主导项目。可他们忘了另一句老话，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更可笑的是，这2家民企根本就不懂高铁。Ving Group 是搞房地产跟电动车的，长海集团是卖汽车的，一个盖楼的，一个卖车的，居然要去建350公里时速的高铁。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越南连自己的企业有没有能力搞定都不清楚，就敢把国家级工程交出去，这就是典型的不自量力。可能有朋友会问，德国西门子不是签了协议吗？他们不能帮忙吗？别天真了，西门子只负责造火车，根本不管最核心的难题，打隧道、架桥梁、铺轨道。而越南的高铁线路全是硬骨头，安南山脉贯穿全境，地质断层密布，软土科斯特地貌遍地都是，随便一个隧道都可能遇到溶洞跟地下水。这种复杂地质，别说西门子，很多西方企业都望而却步。之前还有个美国 MG 投资联盟吹嘘要投资1000亿美金，结果现在直接跑路，连注册地都被注销。就在越南为了高铁项目闹得一地鸡毛的时候，咱们中国早就用实力证明什么叫基建狂魔，而且是带着伙伴一起赚钱的基建狂魔。先说说咱们的高铁，就在2025年岁末，随着西安至延安高铁、沪渝蓉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等多条线路密集开通，我国高铁运营总里程正式突破5万公里大关，也就是10万里。这个数字有多牛逼？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高铁运营里程的总和。这10万里高铁不是冷冰冰的铁轨，而是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跟经济动脉。
现在咱们的高铁网络已经覆盖全国97%的城区人口50万以上城市，500公里半径内城市群基本形成1至2小时交通圈，1000公里跨区域城市间4小时通达，2000公里跨区域城间实现朝发夕至。全国高铁单日可发送旅客1600万人次，相当于每天有一个超大城市的人口通过高铁网流动。更重要的是，咱们的高铁建设从来不是只顾自己，而是兼顾公平与效率。包银高铁的开通，结束了内蒙古巴彦淖尔乌海不通高铁的历史。南平高铁从左至平祥段贯通，让平祥、宁明等边境城市一样跨入高铁时代。贵州盘新高铁开通，让贵州实现市市通高铁，成为西部又一个高铁全覆盖的省份。截至2025年底，全国市市通高铁的省份已经达到11个，连东北地区的辽宁都实现了全域通高铁。而且咱们的高铁还能带动经济发展，成为致富县。就说沪昆高铁杭州至长沙段，2014年建成通车以后，10年间江西年度国内旅游接待总数由2.48亿人飙至8.18亿人，旅游总收入更是实现从1896亿飙升到9668亿元的惊人跨越，翻了5倍还多。这就是高铁的力量，不仅缩短了时空的距离，更激活了区域发展的内生动力。如果说10万公里的高铁是咱们的基本盘，那700公里每小时的超导电动磁悬浮就是咱们面向未来的王牌。就在前不久，国防科技大学磁悬浮团队在试验中，成功在2秒内将吨级重的试验车加速至700公里每小时，还实现了安全停车。这一速度打破了同类型平台的全球纪录，成为了全球最快的超导电动磁悬浮试验速度。可能有朋友对700公里每小时没啥概念，咱们换算一下，就是每秒能跑将近195米，从北京到上海1300多公里。未来如果实现商业化运营，1个半小时就能到达，比现在的高铁快3倍，比飞机还要省时间。飞机虽然快，但是算上去机场跟安检的时间。而且这不是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实打实的技术突破，攻克了超高速电磁推进、电动悬浮导向、顺态大功率储能逆变、高场超导磁体等4大核心技术难题。比如超高速电磁推进技术，就像给列车装了个超级引擎，能在瞬间释放巨大的推力，让吨级列车2秒内完成极致加速。电动悬浮导向技术则能让列车始终保持在毫米级的精准轨道上运行，哪怕是700公里的时速也稳如泰山。顺态大功率储能逆变技术就像超级充电宝，能在加速瞬间精准投放巨量电能，还能回收减速时的动能，节能环保。这些技术的突破意味着咱们中国在超高速磁浮领域已经从跟跑变成了领跑。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问，同样是搞超高速交通，为啥中国能成，越南却不行？其实答案很简单越南输在了格局，而中国赢在了互利共赢的智慧。越南总想把基建当成政治博弈的工具，怕被中国绑定，想搞所谓的地缘平衡，却忘了中庸里一句话：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真正的平衡是务实的共赢，不是盲目的排斥。而咱们中国提出的雅万模式就是共赢的最好证明。雅万高铁是咱们一带一路的标杆项目，连接印尼的雅加达跟万隆，全长1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咱们给印尼提供的是一条龙全包服务，从勘测设计、融资贷款到施工建设、运营维护，甚至还帮印尼培训了419名高铁技术人员。不是像越南要求的那样无偿转让技术，而是通过合作培养当地的技术人才，真正帮伙伴成长。结果怎么样？雅万高铁开通2年来，累计发送旅客超1200万人次，动车组安全运行里程突破565万公里，单日最高发送量达到2.67万人次。不仅让两地3个多小时路程缩短到40分钟，还直接带动了沿线的经济增长。据印尼国有企业部统计雅万高铁为雅加达和西爪哇地区贡献了约57亿美元的 GDP 增长，万隆的游客数量暴涨了10%至15%，当地小贩一天收入从10万印尼盾涨到了50万，翻了整整5倍。印尼媒体都在喊雅万高铁是一带一路送给我们的礼物。其实中国也早就给越南留了合作的机会。
就在2025年12月，中越合作的老街、河内、海防铁路项目已经开工建设。这条铁路全长超过390公里，建成后将连接越南北部省份与中国西南地区，形成一条现代化经济走廊。中国驻越南大使都说，这个项目能极大提升跨境运输能力，降低物流成本，让两国供应链无缝衔接。这就是中国的诚意，不是绑定谁，而是要和伙伴一起发展。所以不管是国家的发展还是个人成长，格局真的太重要了。越南高铁梦碎的故事就是在告诉我们，不要为了眼前的小算计放弃长远的大利益，不要为了虚无的政治偏见错失发展的好机会。中国之所以能建成10万里高铁，能突破700公里时速的磁悬浮，不仅仅是因为技术强，更因为我们懂得独行快重行远的道理。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就是想打造一个互利共赢的平台，让所有的参与国都能分到红利。雅万高铁的成功，中老铁路的畅通，中越贸易的增长，都是最好的证明。高铁不认意识形态，铁轨不听政治口号，修得起，跑得稳，算得清，才是真本事。越南绕了一大圈终究会发现，最短的路一开始就在脚下。